话说，2025年过年前，刘学义给大家整了花活。闯关失败的他，必须接受在6·1儿童节当天公开自己童年照的惩罚。今天呢，拓印一个新年的涂鸦画，然后到时候呢会送给大家。如果就是拓印没有完成，加上灯谜没有猜对，6·1儿童节的时候发一个自己的童年的照片。没有，我没有。你没有？我哪找到？阿姨给的。行我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。说话算话，学长真的在这天兑现了承诺，公开了童年照。看照片，这应该是小学长和家人出游时拍摄的。身穿黑红搭配，是有白色3条纹的长袖运动上衣，搭配深色长裤的他，坐在粗壮的树根上，姿态放松。稚气的脸上面带笑容，充满小朋友的纯真和活力。到了2025年的6·1儿童节，穿着官服，忙于拍摄兰香如故的学长，应景给大家打了一套打拳手势舞，相当可爱。仔细一看，学长俊俏的脸庞是天生原装，等比例长大的帅气，经过岁月淬炼，更显成熟魅力。我是从14岁就去报考的北京舞蹈学院，从那时候开始就离开家了。可能我如果没有进北舞附中，我也上不了中央戏剧学院，那我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从一个演员去开始我未来的人生。我可能不是我爸妈亲生的，我不想待在我那个家。当时好像是栏目组到学校里面来挑人，那个好像算是我正儿八经的第一部作品。那个时候完全就是不知道什么是演戏，现在稍微懂一点怎么去塑造人物。我不是一部作品一下就到了一个很高的成就，我是属于慢慢的走到大众的视野。我觉得演戏最重要的可能就是真诚和纯粹，把心打开。你只有用心去感受，你才能感受到这个剧本想表达的意思，感受到你这个角色你想要去传递出去的东西，也能让观众去感受到你。我最看重还是希望能参与几部留得下来的作品，并不是说那种昙花一现，今天可能看完了几个月之后，可能慢慢就会被观众遗忘，最后最好能给观众带来一些思考的一些东西。我说实话，我没什么想跟我未来的自己说的。我觉得当我未来可能他会想跟现在的我说的比较多。如果我是10年后的自己，我会对10年前的自己说，感谢你这么一如既往的坚持，我也会一如既往的坚持。